当我相信已经拥有，现实就会开始跟上。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深刻，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显化是从外而内的，以为要先看到结果，才能相信自己值得，以为要先被世界肯定，才能感觉自己足够，以为要先拿到某些东西，心里才会安定。但后来我才发现，真正的显化其实是从内而外的。当内在先形成，外在才会开始靠拢。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活在还没有的版本里。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不够资格，还不够准备，还不够特别，仿佛生命的美好都要等我成为另一个人之后，才会愿意靠近我。于是我一直用缺乏的能量，期待丰盛的结果，一直用怀疑的语气，向宇宙祈求祝福，一直用我没有去创造未来。直到某一天，我在沉默里突然听见一个很轻、很真实的声音：如果你此刻就是完整的呢？那一瞬间，我像是被某种温柔击中。我开始想，如果我现在就值得，如果我现在就足够，如果我现在就已经拥有某些内在的力量，如果我现在就能让未来的自己住进我的心里，那么我的现实会不会因此变得不同？于是我开始练习，不是去强迫自己假装已经拥有，而是允许自己先感受，先相信，先成为。我开始练习感受已经拥有爱的人是什么频率，已经拥有丰盛的人是什么姿态，已经被支持的人是什么呼吸，已经能做自己的人是什么眼神，已经走在幸运里的人是什么步伐。当我越能让内在成为那个版本，外在就越开始跟上。我的语气变得稳，因为我不再讨好；我的选择变得清楚，因为我不再怀疑自己；我遇到的人变得不同，因为我散发的频率改变；我吸引的机会变得刚刚好，因为我不再从匮乏出发。现实真的开始靠拢我，一步一步，像是被温柔引导，像是被某种力量推向我内在早已准备好的方向。后来我才真正懂得，显化从来不是我要得到什么，而是我愿意成为谁。当我相信我已经拥有，其实不是在欺骗自己，而是在对宇宙下指令，告诉他，我愿意以这个频率生活，我愿意用这个版本看世界，我愿意让未来从现在开始展开。当我相信已经拥有，我就不会再焦虑，不会再追，不会再抓，不会再恐惧失去，因为我知道，属于我的不需要用力抓，它会自己靠近。你越能在内在拥有，现实就越会在外在回应，因为宇宙永远跟着你的震动走。你震动什么，你就遇见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吸引什么；你成为什么，你就接住什么。当我相信已经拥有，现实就会开始跟上，因为那一刻，我不再等待世界来完成我，我选择先完成自己。
你越能活得像梦想已经发生，梦想越会不请自来。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立体。是在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在追梦，而是在追一个还不是我的版本。那个版本总是被我放在未来，放在等我变得更好、更完美、更值得的时刻。仿佛梦想只有在我拼到遍体鳞伤后，才会愿意朝我走来。但我没有发现，真正延迟梦想的，并不是世界，而是我自己。用还不够的能量，去创造每一个新的当下。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活在还没发生的世界里，还没成功，还没准备好，还没变成我想成为的人，还没到达那个理想的画面。于是我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永远未完成、永远差一步的追逐。直到某一天，我在冥想的静默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奇妙的画面，不是渴望，不是祈求，不是期待，而是我感觉自己已经活在梦想里了。那是一种无需证明的安定，是一种我就是的自然，是一种连身体都相信的神稳，是一种不再向外找答案，而是从内在散发我准备好了的力量。那一刻，我第一次明白，活得像梦想已经发生，并不是自欺欺人，而是让灵魂提前入住未来的家，等现实慢慢搬过来。于是我开始练习，把梦想的频率带到现在。我开始问自己，如果我是那个已经被爱的人，我会怎么说话？如果我已经拥有自由，我的呼吸会是什么节奏？如果我的生活充满富足，我会怎么选择？如果我的梦想已经展开，我会用什么眼神看世界？然后我轻轻地从日常里活出那个答案，不是强迫，不是假装，不是演，而是慢慢调整自己的能量，让自己化身为已拥有的版本。奇妙的事情就在那之后开始发生。我的语气变得更沉稳，因为我不再从匮乏出发。我的步伐变得更柔软，因为我不再害怕没有人接住我。我的选择变得更清晰，因为我不再怀疑自己的方向。我遇到的人更靠近我的愿望，因为我吸引来的是与我心的震动一致的人事物。梦想不是突然出现，而是慢慢对焦，慢慢对准，慢慢变得看得见。我才明白，梦想并不是在未来等我，梦想一直在我能量场的边缘，等待我准备好，等待我展开，等待我活出那个频率，它才敢靠近。因为宇宙从来不会把超过我能承接的祝福强塞给我，梦想会在我变成它的容器时自然落下。后来我才真正懂得，活得像梦想已经发生，不是狂妄，不是幻想，而是一种深层的对齐。你活成什么频率，就吸引什么现实。你先成为谁，就引来什么版本的生活。当我越能活得像梦想已经发生，梦想真的开始不请自来。不是因为我更努力，而是因为我更一致。不是因为我更配的，而是因为我不再推开它。不是因为奇迹变多，而是因为我终于看得见，而世界也终于开始回应我。
用它最自然、最柔软、最精准的方式，把那个我一直渴望的未来，慢慢、轻轻向我推进。当我停止焦虑未来，未来开始靠近。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沉淀。是在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对未来的害怕，从来不是因为未来真的可怕，而是因为我一直把自己绑在还没发生的事上，让想象比现实还大，让担心比可能性还吵，让恐惧比希望还先一步占据了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我活得像是在追赶一个永远看不见的影子。我害怕得太早，失望得太快，紧张得太深，以至于我甚至忘了，未来不是来吓我，而是来邀请我。我以为焦虑能让我更安全，让我更准备好，让我更完美，让我少犯错。但其实焦虑只是让我花了太多力气在可能不会发生的场景里喘不过气。我忙着想象最坏的结果，忙着担心会不会被拒绝，忙着怕自己不够格，忙着猜测前方会遇到什么阻碍，忙着在心里演了成千上百个未来，却从来没有真正活在一个真实的当下。直到某一天，我累得连焦虑都懒得继续，像是心里那条绷得太紧的线，终于断了一小节。我忽然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安静，像是一口深深的呼吸，把我重新带回自己的身体里。那一刻，我第一次明白，焦虑并不能改变未来，只能偷走现在。于是我问自己，如果我暂时不焦虑一下下，未来真的会更糟吗？答案慢慢浮出，其实不会，反而会更清晰。于是我开始练习，把焦虑的力气还给自己。我开始练习，在事情还没发生前，不先替自己受苦。我开始练习，把注意力放在我现在能做的事，而不是未来可能失控的事。我开始练习，相信自己能处理当下，而不是怀疑自己能不能面对未知。慢慢的，我发现未来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厚重，它其实非常轻，轻到只要我敞开一点，它就会靠近一点。当我不再焦虑，我开始收到一些清楚的灵感，一些顺流的安排，一些突然的机会，一些刚刚好的相遇，一些看似巧合却像被宇宙温柔摆放好的讯号。我才明白，未来不是被焦虑推来的，未来是被信任吸引来的。我越稳定，未来越温柔；我越安静，未来越清晰；我越相信自己正在走的路，未来越愿意在前方亮一盏灯，指引我走向下一步。后来我才真正看懂，焦虑不是预测未来，焦虑是阻挡未来，是把路想得太难，是把自己看得太小，是把未知放大成怪兽，让本来会靠近的美好全都不敢踏进来。但当我停止焦虑，我也就停止推开祝福。原来未来不缺席，它只是等待我从恐惧的版本走回真实的自己。当我停止焦虑未来，未来开始靠近，因为那一刻的我终于有空间接住它，有勇气迎接它，也有能力把它活成我真正想要的模样。
你越能活在愿望的能量里，愿望越能活在你身边。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亮起。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愿望之所以离我看似那么远，并不是因为它太大，也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更不是因为宇宙还没准备好，而是因为我每天所活出的能量和我的愿望并没有站在同一边。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愿望只是想法，只是渴望，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句祈求。我以为愿望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生，会在我足够幸运的时候靠近我，会在我更努力之后才愿意走向我。但我没有发现，愿望需要的不是等待，不是追逐，而是我愿意成为那个已经拥有愿望的自己。于是我开始看见自己其实一直活在没有的能量里。我渴望被爱，但每天都在想自己不够值得。我渴望丰盛，但每天都在担心钱会不会不够。我渴望自由，但每天做的选择都来自恐惧。我渴望顺遂，但每天的语气都充满焦虑与不安。愿望怎么会靠近一个一直活在与愿望相反频率的人？直到某一天，我在冥想里第一次感觉到，愿望不是未来，愿望是一种能量，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我愿意成为谁的选择。我突然明白，如果我要爱，我就需要开始散发爱的能量；如果我要丰盛，我就需要能量不再停留在匮乏；如果我要自由，我就需要开始选择让心轻盈的方向；如果我要支持，我就需要先成为支持自己的那个人。于是我开始练习活在愿望的能量里。我开始问自己，如果愿望已经实现，我现在会用什么语气？如果愿望已经在我身边，我的呼吸会更平静吗？如果愿望已经成真，我会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怎么看世界？如果愿望已经照亮了我，我会更柔软吗？更大气吗？更平稳吗？于是我一点一点的开始活成那个版本，不是假装，而是调频；不是演戏，而是对齐。我慢慢看见，当我活在愿望的能量里，愿望真的开始靠近，我的内心变得有空间，去接住一些新的可能，一些刚刚好的人开始向我走来，一些不曾注意的机会突然变得明显，一些本来卡住的路悄悄地松动，一些我以为需要很久的变化，在我能量对齐后自然而然发生。我越活在愿望里，愿望越活在我身边，我才明白，显化不是魔法，显化是同步，是我把能量调成愿望的形状，让宇宙知道我准备好了。因为宇宙并不是回应我的祈求，宇宙回应的是我每日的震动。我越用未来的方式活现在，越把愿望的能量带进此刻，越让愿望觉得你就是我一直要靠近的人。后来我才真正懂得，愿望不是在未来等我，愿望一直在我旁边，等待我活成能与他相遇的版本。你越能活在愿望的能量里，愿望越能活在你身边。
因为愿望不靠努力实现，愿望靠频率排列，靠信念成型，靠你愿意成为谁而靠近。当你愿意活成那个已经被梦想拥抱的自己，梦想便会毫不犹豫地走向你。当我准备好，宇宙自然交付。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踏实。是在某一天，我终于明白，原来宇宙之所以还没把某些愿望放进我手里，不是因为宇宙吝啬，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更不是因为幸运永远偏向别人，而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接那份更大的美好。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愿望需要追，需要逼，需要拼命努力才能换。于是我渴望的时候焦虑，等待的时候心慌，没有结果的时候自我怀疑。我把愿望看得像一个必须用力抓住的东西，越抓越觉得离自己越远。后来我才慢慢看见，宇宙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它不会把我还承受不了的事物硬塞给我。它不会在我内在混乱时给我需要稳定才能承接的礼物。它不会在我仍未放下匮乏时让丰盛匆匆靠近。它不会在我不相信自己时把需要信心的机会交给我。宇宙不是拒绝，宇宙是在等待，等待我对齐，等待我准备好，等待我从恐惧走到信任，等待我从怀疑走到自我肯定，等待我从匮乏走到容纳。直到某一天，我突然觉得心里安静了，不再焦急地问自己何时能拥有，不再反复比较别人走得多快，不再想用力推动结果。那是一种我愿意相信一切正在按着属于我的速度前进的平稳。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准备好。准备好不是所有事都弄清楚，不是完美，不是毫无恐惧，不是变得强大，而是心里出现一种柔软的信任，相信宇宙知道时机，相信生活知道方向，相信自己正在走向更好的路，相信愿望会在最刚好的那一刻靠近。于是我开始练习用准备好的能量生活。我开始把焦虑放下，让空间为新事物留出位置。我开始把控制放下，相信生命本来就会流动。我开始把怀疑放下，让自我价值慢慢站稳。我开始把匮乏放下，让丰盛有入口可以进来。当我越能活在准备好了的状态，宇宙越能交付该来的事。不是因为我突然变得厉害，而是因为我终于能承接，终于能接受，终于能容纳，终于能让祝福落地。我也开始慢慢明白，宇宙之所以延迟，很多时候不是不给，而是为了让我在对的时间点，以最不费力的方式接住它。因为太早得到，我可能会不知所措；太急拥有，我可能会因为没有准备好而失去；太快靠近，我可能无法真正享受与握住。宇宙的温柔，就在于它永远把结果交付在我能承受，也愿意承接的那一刻。当我准备好，宇宙自然交付，因为宇宙从来不会错过我的愿望，它只是等待我
成为那个能与愿望并肩而行的人。而当我真正准备好时，我会发现，那些我以为的延迟，其实都是宇宙替我铺的路；那些我以为的空白，其实都是宇宙替我调整的空间；那些我以为的停滞，其实都是宇宙在重新排列时间。什么时候会来？答案永远只有一句：当你准备好。你越能期待未来，未来越会期待你。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温暖。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注意到，原来我过去对未来的态度，大多不是期待，而是担心；不是敞开，而是紧缩；不是信任，而是防备。我以为这样比较安全，以为不要期待就不会失望，以为先把最坏的想起来，就能避免受伤，以为把心收得小小的，未来就不会突然打击我。但我没发现，当我用害怕的能量看未来，未来也会用模糊、停滞、沉默回应我。因为宇宙一向如此，你用什么频率看它，它就用什么方式靠近你。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未来想得太沉重，像是一场必须小心翼翼走过的考验，像是只要我稍微松懈，就会被命运狠狠推倒，像是幸福永远需要交换条件，像是美好永远轮不到我。直到某一天，我看着窗外的光慢慢落下，忽然升起一个从未有过的感受。原来未来不是一堵墙，未来是一扇门，会因为我的靠近而慢慢打开。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明白，期待其实是一种勇气，是一种信任，是一种对生命说，我愿意相信会有好事发生。于是我开始练习，让心往未来靠近，不是用焦虑，而是用轻；不是用强求，而是用温柔；不是用怀疑，而是用一种安静的我愿意。我开始问自己，如果我期待未来，我的呼吸会不会变得更顺？我的步伐会不会变得更稳？我的眼神会不会变得更亮？我的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宽？答案是的，一切都慢慢变得不一样。我发现当我越能期待未来，生活也开始以期待的方式回应我。有些事情突然顺了，有些人开始靠近，有些答案开始浮现，有些停滞开始松动，有些模糊开始变得清楚，有些原本以为不可能的方向，突然有了光。不是未来改变了，而是我改变了。是我先对未来展开微笑，是我先愿意用温柔的眼光看它，是我先愿意相信，未来并不是来伤害我，而是来接住我。后来我才真正懂得，期待不是天真，不是自我安慰，不是盲目的乐观。期待是一种深层的能量，它能向宇宙发出讯号，告诉宇宙，我准备好迎接美好了。而宇宙也会因为这份讯号，开始将对应的美好送到我的路上。你越能期待未来，未来越会期待你，期待你成长，期待你展开，期待你遇见该遇见的人，期待你走上真正属于你的路。因为当你用期待的眼睛看未来，
未来也会像被点亮一样，朝你走来，像是在回答你。我一直都在等你，等你愿意相信，等你愿意靠近，等你愿意用光，而不是恐惧，迎接我。而当你真的期待未来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未来也开始期待你。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